日月會相紅，天地各不同。彩燈天地，陶傑、蕭若元，特別嘉賓你我。本節目不代表兩位主持、嘉賓同埋本台意見。歡迎收睇日月談天地會台。今日我哋彩燈天地節目將會零舍精彩。10幾年前我哋拍低咗一啲精彩特輯，一直未有檔期播出。今日卒之有機會攞出嚟同大家一齊睇。從古到今，華人世界有樣嘢好精彩，唔係啲政治八卦，而係啲透過口耳相傳、代代流傳落嚟嘅故事同智慧。今日我哋一齊行一趟文化之旅呢，去到廣東嘅肇慶峽，亦即係今日官方叫法羚羊峽嘅望夫歸，探究中國人心底最深嗰份等。係啊，今日我哋仲有重量級嘉賓。講開望夫歸，表面睇係一個少婦苦苦等佢老公，其實背後係中國社會千百年嚟家國命運嘅縮影。望夫歸唔係淨係民間傳說，而係一個時代嘅寫照。今日我哋就要由故事講到歷史，歷史再講到今日。呢啲精彩題目當然要有最適合嘅人一齊講。今日日月談天地會非常榮幸，請到香港廣播史上一枝獨秀粵語講古嘅泰山北斗李我先生。今日真係大日子，李我先生喺度。大家要知道，冇李我就冇今日粵語廣播嘅江山。兼且香港人成日將才子之名叫到濫晒，實在真真正正嘅才子就喺度，咪哥先至係多才多藝、舌燦蘭花嘅高人。喜感，多謝厚愛各位親愛嘅觀眾。我李我今日喺肇慶再同大家見面，實在感慨萬千。呢處有我好多少壯時候嘅足跡，自傳都有講過。講古唔單止係講故事，而係講人生、講感情，講一份無法磨滅嘅鄉土味。今日我就同兩位後生才俊陶聲、蕭聲一齊傾呢個望夫歸。等我慢慢道嚟，帶大家去好嘢都留唔到嘅肇慶峽，睇下千百年前一位少婦望穿秋水盼夫歸嘅情景，點樣望到心都化成石頭。傳到咗今日，亦都有句俗語流傳至今。廣西有個劉仁董，肇慶有個望夫歸。若果係香港嘅觀眾，有冇聽過沙田嗰個望夫山呢？去過沙田郊遊嗰啲人十居其九都見過。山頂有塊大石，遠遠望過去就好似一個婦人孭住個細路。傳說點樣嚟嘅呢？話說好耐之前，有個女人個老公成日望錢望到窩孅咁大，唔理屋企，走咗去出海，一去唔返。個女人日日夜夜行上高山，企喺度望到頸都長，等指船返嚟，但係老公始終冇返過嚟。結果呢個女人痴情到盡頭，竟然化咗做嚿石頭，就咁年年月企咗喺山頭。咁呢啲妄言妄聽嘅古仔呢，講就好聽，係咪真嘅就無從稽考咯，亦冇法子稽考。傳說是否屬實，亦無關宏旨。不過茶餘飯後拎嚟打下牙行，啱晒。但唔好以為淨係沙田先有，大江南北好多地方都有望夫石。因為成個山上有啲奇形怪狀嘅石，似到女人咁企喺度，啲人就話：哇，呢個一定係望夫化石。其實中國古書入邊咧都唔少記載話有望夫化石呢類典故啦。雖然真假就好難講得埋啦，但係普通百姓咧信道十足咧，仲加鹽加醋，傳到似層層。咁樣嘅傳說故事唔單止香港有，中國有，韓國亦都有。根據韓國民族大百科全書喺網頁嘅記載，喺新羅廣岐朝代有位忠臣名叫樸提相，佢坐船出征，
佢嘅妻子就爬上高山上遠望海洋，期盼丈夫平安歸來。日盼夜盼都盼唔到結果，終歸變成石頭。嗰塊石頭，韓國人便稱之為望夫石。中國人對等有一種特別文化情結，西方莎士比亞有奧賽羅講愛情同背叛，我哋東方呢就有望夫石講等待同守候，等到化石。呢種意象呢，其實已經係一種永恆嘅文學隱喻，係中國人心底一個隱喻。等一個人，等一隻船，等一個時代。呢種等待就好似一面鏡，照出中國人嘅情感同命運。西方有命運悲劇，我哋東方就有望夫石，一樣都係將生活苦難用文學化、傳說化嘅方式保存落嚟。喂，阿草，你講文學，我就講歷史。喺戰亂年代，男人打仗出海做買賣，十有八九唔返嚟，咁啲婦人點？日日企山頭，日日流眼淚。你話望夫石係迷信，我話佢係歷史血淚嘅縮影，係民間將慘痛經歷變咗做傳說，傳說自然係傳說，因為如果感動天地嘅話，就應該俾妻子盼得夫歸先至正路啩。兩位講得啱，講到最神奇嘅唔係沙田，而係西江肇慶峽高山上嗰塊望夫石，即係我哋背後呢塊樣就同沙田嗰塊差唔多，都係似女人呢住個細路咁。不過佢特別之處就係後腦仲突出塊石，好似女人擲咗個高髻。知經過咁多年日曬雨淋風化，今日形狀已有所變化。傳說呢塊石有靈性，凡係啲船經過，無論大船細船，去到望夫石山腳，事必要倒啲生油落西江，否則船隻會喺峽中間同埋轉返船。點解要倒油呢？話係俾呢位阿嫂梳髮計用嘅。再講耐少少，幾百年前規矩仲論盡，船隻行到嗰度要泊埋岸，派個艄公攞樽生油，爬上高高嘅山頂，行到氣咳，然之後將油親手淋喺塊石個髻度，先可以平安過關。你估下，一上一落成2-3個鐘頭，真係攰過狗。收尾有個和尚經過，佢就話唔使咁辛苦，喺江邊倒啲油落水就得啦。船夫聽咗試下，果然冇事。之後大家就慳翻半條命，唔使再上山。不過規矩就變成經過山腳一定要倒油落江，唔敢偷雞。最神奇嘅係啲船夫唔單止會記得倒油，仲禁止船上有人講唔信之類嘅說話，講咗等於挑釁望夫石，真係會惹禍上身。若果船上有人講唔信，啲人驚到即刻補油，求阿嫂唔好嬲。可見呢條俗例深入民心，幾百年都冇人敢違背。哈哈哈！呢單嘢咪即係收個路費咁咯，只不過人哋唔係收錢，而係收油。以前啲船夫辛辛苦苦，仲要爬2-3個鐘，爬上山頂倒油，真係癲。後尾個和尚話倒落江咪得咯。我話個和尚呢，就係第一個搞改革嘅人。蕭生，你講得都幾盞鬼，不過講古唔好駁古。你睇呢個所謂倒油啊，其實係一種民間心理保險啊。你話佢係迷信，佢哋就信到十足；你話佢係規矩，亦都冇人敢破。其實同今日人哋買旅遊保險一樣，心安理得。只不過嗰陣時保險公司就係望夫石。呢個真係超正。不過你諗下，連唔信都唔可以講，船上面講錯句就會俾人鬧爆，甚至慌死招惹災禍。呢個咪典型集體意識咯，人人驚到腳震，就算唔信都要扮信。啱啱啱，呢啲就係我哋中國人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咁講啦，舊時若果船隻經過肇慶峽唔倒油落江，咁後果就翻船
有人仲話真係試過唔信邪，結果惹咗場大禍。哈哈，呢啲咪典型迷信壟斷咯。就好似你今日搭高鐵，有個阿叔話唔好食榴蓮啦，會出事㗎。咁你食唔食？你驚唔驚？啲船夫驚到腳震，最後齊齊俾油，唔敢講半句唔信。老蕭你都幾老馬有火噃，但我就覺得呢個傳說同我哋西方所謂 common law 呢，其實有啲相似，因為大家口耳相傳，冇人敢破，最後呢就變成一條潛規則啦。你話係迷信，佢哋話係慣例，你話係傳說，佢哋話係法律。咁望夫石呢，就係中國版嘅 common law 啦。哈哈，陶生你又嚟啦，乜 common law 啊？我話呢個係遊法，導遊落去船先行得過，唔導遊就死得啦。其實望夫石呢種傳說講嘅唔單止係愛情，而係一種 collective memory 集體記憶，就好似西方講 mythologic 神話咁，係民族潛意識嘅一部分。哇，19才子又嚟啦！ collective memory 咁複雜，觀眾聽到都頭暈啦。我哋香港人講得簡單啲，就係人哋點做，我咪跟住做咯，邊有咁高深啊？你成日講到好似牛津劍橋開會咁，其實望夫石背後反映咗中國人千百年嚟嘅生活態度，又信神又信命，驚到死，但又要守規矩。你話係迷信啦，但係其實係一種群體生存智慧。你哋唔好當呢啲傳說係得啲婆仔故事啊！我話望夫石其實就等於今日香港人排隊等公屋，等到幾多年，等到個孫都大過你啦，有時仲可能等到變石頭。其實講到尾，咩 collective memory 都係蟻多嬲死象，大家信就要一齊信，唔信都要扮信，就好似街市啲阿婆講，唔好亂講，講咗大吉利是，你唔聽，因住行路跣親啊！哈！一句講晒，望夫石嘅古仔真假已經唔重要，重要嘅係嗰份痴心等待，嗰份守望感情，就算化咗做石都唔放手。咁嘅精神幾千年傳落嚟，仲係有人記得，有人講，亦都符合我哋日月潭天地會嘅精神。有得打牙車天車地，亦有如曾經叱咤輝煌過嘅香港，我相信千百年後依然有人津津樂道。今集時間到，第一次睇我哋節目嘅觀眾記得訂閱我哋台 Can Voice Club， 下集彩燈天地再會。